见自己的颈椎的骨头。他曾一脚踢晕甄子丹，被成龙称为最怕对打的演员。这个站在动作片巅峰的男人，为何始终与巨星宝座擦肩而过？2004年，香港动作片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成龙远走好莱坞，李连杰北上发展，甄子丹还在等待叶问的机遇。在这个动作巨星青黄不接的时代，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混血少年横空出世，徐克以100万合约签下他，让他接替李连杰出演黑侠2。袁和平亲自指导他的武术，称他是10年一遇的练武奇才。成龙在与他合作后直言，和他对打我都要格外小心。大哥他是，我跟他打的时候，很轻，根本不痛不痒的那种。然而，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动作新星，却在巅峰时期屡屡与成功擦肩而过。他曾在拍摄中一脚踢晕甄子丹，被业内称为人形兵器，却始终未能跻身一线巨星行列。今天，让我们走进安志杰的武者世界，解读这个动作片孤勇者的传奇人生。1999年，21岁的安志杰在美国罗德岛的酒吧当保安。这个曾经的美式橄榄球运动员，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。是橄榄球啊，都是那种暴力性很大，每天在醉汉与冲突中艰难求生，一身结实的肌肉和敏捷的身手，让他在当地小有名气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个满身汗水的保安，3年后会被徐克钦点为李连杰接班人。命运的转折来得突然。做一个演员哦，从来没有想过。当时在香港娱乐圈声望很大的向华强打来电话，徐克导演在为新片《黑侠2》选角，需要一个能打的新人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这安志杰那时候很喜欢来我们公司。试镜当天，安志杰带着满身汗水与忐忑走进片场，徐克让他展示功夫，没有套路，没有设计，他凭着本能打出了一套融合街头格斗与自由搏击的组合拳，出拳带风，眼神凌厉，这种未经雕琢的野性让徐克当场拍板，就是你了。为了这个角色，安志杰被送到少林寺特训1个月，2个月之后就送我去少林寺，1个月之后就叫我去拍黑侠。每天清晨5点起床，12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，拉筋的痛苦让这个硬汉多次呕吐，但他从未退缩，因为他知道这可能是他人生唯一的机会。影片中那段赤裸上身的训练戏码，后空翻接侧踢的动作，他重复了47次。直到脚踝肿得无法行走。徐克后来回忆说，他的身体里住着一头野兽，那种原始的力量感是科班出身的演员不具备的。然而，尽管有徐克力捧、刘德华、古天乐等巨星配音助阵，黑侠2却因剧本单薄、特效粗糙，最终票房惨败。媒体嘲讽李连杰的接班人差了1万个甄子丹。从万众期待到千夫所指，安志杰第一次尝到了命运的残酷。多年后他坦言，那时候我连走位都不会，完全是个门外汉，但我从未后悔过，因为这是我选择的道路。应该就不知不觉走入这一行。对。黑侠2的失败没有击垮安志杰，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。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，拜入袁和平门下，从零开始学习正统武术。25岁才开始拉筋，那种痛苦无法想象。袁和平后来回忆说，他训练到呕吐是家常便饭，我从没见过这么拼的年轻人。有一次他脚踝旧伤复发，医生建议休息1个月，他第2天就拖着肿得像馒头的脚继续训练，2年的刻苦训练终于获得回报。2004年，他凭借少年阿虎中拳手坦克一脚斩获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。导演李仁港评价，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野兽般的光芒，那是打拳的人才懂的眼神。新警察故事中，他与成龙在工地的那场打戏，至今仍被奉为动作片的经典教科书。凌空3连踢接抱摔，这个动作他拍了37次，最后一次完美落地时，他的左脚已经骨裂。成龙后来在采访中说，现在的年轻演员都太爱惜自己，很少有人像安志杰这样拼命。说实话，和他对打我都要格外小心，他的爆发力太惊人了。2008年，在拍摄《剑龙卸甲》时，一场马戏发生意外，安志杰的左唇被重创，由于小医院使用了错误的缝合线，他不得不经历7次修复手术。这道伤疤至今清晰可见，这道伤疤几乎断送了他的演艺生涯，却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。从此，他开始了反派专业户的道路。有趣的是，谢霆锋后来坦言，我就是因为这道伤疤爱上他的，那让他看起来特别有男人味。2013年，在拍摄特殊身份时，发生了一段至今仍被影迷津津乐道的插曲。在一场激烈的对打戏中，安志杰一记重腿直接踢晕了甄子丹。当时拍摄的是一场近身搏斗戏，安志杰按照剧本要求使出一记侧踢，由于太过投入，这一脚结结实实的踢中了甄子丹的头部，甄子丹当场晕厥。现场工作人员回忆说，当时片场一片混乱，所有人都吓坏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甄子丹苏醒后不但没有责怪安志杰，反而对他赞赏有加，
这才是真正的动作演员。Andy 的错是我自己走位走错。在现在的演艺圈，已经很少有人能打出这么真实的力量了。安志杰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。这场意外让安志杰在业内获得了人形兵器的称号。武术指导董伟说，和安志杰合作，你永远不用担心动作戏不够真实，他的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惊人的爆发力。吴京在听说这件事后笑称，所以我一直不敢和安志杰来真的，他那身肌肉可不是白练的。我很欣赏安志杰，我觉得在现场我们两个人好像很合拍。尽管打戏备受认可，但打星的标签也成为安志杰发展的桎梏。导演们只需要他的拳头，却很少给他发挥演技的机会。他在采访中坦言，有时候我会想，难道我除了打就不能有其他可能吗？2013年，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惋惜的决定，推掉一代宗师的邀请，选择参演商业片特殊身份。后来他在采访中坦言，那时候我觉得打戏才是我的根本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。一开始是喜欢打，因为我入行的时候我就喜欢拍动作片。随着香港动作片市场的萎缩，安志杰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，转战网络电影。盲战中他饰演失明特警，蒙眼打斗的创意让观众眼前一亮。那段10分钟的无对白盲斗戏，他仅凭听觉完成所有动作。当听到女儿哭声时，眼神瞬间柔软，这个细节让无数观众惊叹，原来安志杰真的会演戏。2022年拍摄《狙击之王》时，安志杰即兴发挥了一段无台词表演，用颤抖的嘴角和攥紧的拳头诠释角色的内心挣扎。导演震惊地说，这才是真正的演员。2014年，他与模特Jessica 因师承结缘，婚后成为女儿奴。社交媒体上，这个银幕硬汉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温柔一面。他在采访中说，有了家庭之后，我学会了柔软，这让我在演戏时能够展现更多层次的情感。在谈及与成龙的合作时，安志杰说出了独到见解，成龙的功夫可能不是最标准的，但绝对是最实用的。他的每一招都融入了街头智慧，这是教科书上学不到的。在特效与替身泛滥的年代，安志杰依然坚守真打实拍的原则。拍摄恶战时，他坚持不用替身完成所有高危动作，导致多处受伤。当年那些质疑他只会打的声音，如今变成了幸好他还能打的庆幸。当流量明星依靠替身和特效堆砌打戏时，安志杰拳拳到肉的真实感反而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视觉享受。如今44岁的安志杰依然活跃在片场，不同的是，他不再只是那个很能打的安志杰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，动作演员不仅要会打，更要会演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年轻演员明白，真正的动作艺术是需要用生命去敬畏的。安志杰的成长历程恰如香港动作片的缩影，在辉煌时期被寄予厚望，在行业寒冬中艰难求生，最终在时代的夹缝中开辟新路。他或许错过了成为下一个李连杰的机会，却用盲战的盲技、恶战的龙七，劈开了一条属于安志杰的道路。正如一位影片人所说，当动作片沦为空中楼阁，他仍是站在大地上出拳的人。在这个追求速成与流量的时代，安志杰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动作电影最后的尊严。你最喜欢安志杰的哪个角色？认为他最被低估的作品是哪一部？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